黄金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，无论是中国央行还是印度、波兰，甚至是新加坡央行，都在疯狂买黄金。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持仓量刚刚突破了1000吨，比很多国家的储备还多。可是问题是，美联储刚刚启动降息周期，理论上市场上美元会更多更便宜，为什么各国央行反而拼命的买黄金，而不是继续加仓美债和美元资产呢？这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？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。从2023年开始，全球央行已经连续7个季度增持黄金，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长的买金潮。其中呢，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了，总量突破了2292吨，占外汇储备的比例接近6%。印度央行今年前8个月买入了25吨黄金，持仓量再创新高。土耳其央行一度在半年内增持超过了100吨黄金，甚至因为国内金价暴涨，还临时限制出口。新加坡、波兰等中小国家的央行也在大举囤金，力求分散储备风险。而民间市场同样也火爆啊！中国国内首饰金价突破了1100元人民币每克，金店里排队买金条、买首饰的场面是屡见不鲜。你看，不论是央行还是普通的消费者，全世界现在都在疯狂买黄金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资行为了，而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扫金大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央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疯狂买金？这背后至少有3大原因。第一，就是美元信用的下滑。美国国债规模超过了36万亿美元，占 GDP 的比例呢高达123%，利息支出一年要超过1万亿美元，美债几乎成了一个滚雪球的大窟窿。过去各国央行把美债当成是最安全的储备资产，但是现在大家都担心绑在美元的战车上风险太大。第二，就是去美元化加速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表明，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72%一路下降到今年的57%。俄罗斯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直接清零了美债，全力增持黄金和人民币资产。中国和日本最近几年也在减持美债，转向更多元化的储备组合。第三呢，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了。美元体系是美国控制金融制裁的工具，一旦和美国闹翻了，比如俄罗斯、伊朗，美元资产呢就很容易被冻结。黄金则不同，它是全球公认的硬通货，而且没有对手方风险，不依赖美国政府的兑付。对于央行来说，这就是真正能放在自己保险柜里的战略储备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央行要分散风险，难道不可以买欧元、日元，甚至是人民币吗？为什么偏偏是黄金？答案很简单，黄金有3个独特的优势，是任何货币目前无法替代的。第一，黄金是最古老的硬通货，从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到今天的华尔街，黄金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最稳定的价值储存的手段。再怎么印钞，怎么加息，黄金本身不会凭空增发。第二，黄金没有对手方风险。你买美债要靠美国财政部按时还本付息，你买欧元要靠欧洲央行维持稳定。可是黄金不同，它就是实物，它不需要任何政府背书。对央行来说，把黄金放进金库里才是真正的在自己手里攥着的那种安全感。第三，黄金的流动性极强。黄金是全球交易最活跃的大宗商品之一，无论是伦敦、苏黎世还是上海，都有现货和期货市场。需要的时候央行可以随时换成美元、欧元或者是本币，这种流动性是其他资产难以匹敌的。所以从金融属性的角度看，黄金不是简单的投资品，而是一种国际信用的最后担保。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元信用被质疑的时候，央行的第一反应就是买黄金。说到这儿，可能也有人觉得了，既然央行都在买，那是不是说明黄金是稳赚不赔的？其实呢，也没有这么简单。第一，黄金价格呢已经在历史高位了，国内金价已经突破了1100元每克首饰金创下了记录。短期内如果市场情绪降温，金价呢也可能会快速回调。过去10年，黄金就经历过好几次20%以上的深度调整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3年的中国大妈抢金。2013年4月，国际金价突然从1600美元每盎司一路暴跌到1200美元每盎司，跌幅将近25%，创下了30年来的最大单周跌幅。当时在很多人眼里，这就是一个难得的抄底机会。国内媒体当时铺天盖地的报道黄金大甩卖，
金店打折促销，甚至还出现了抢购的场面。于是，中国大妈们在商场、金店排队买金条、金首饰，单日购买量一度高达300吨，创造了惊人的记录。结果，大妈们以为是在抄底，实际上却接了飞刀，因为金价并没有马上反弹，而是长期在1200到1300美元每盎司之间震荡，直到2020年疫情大放水，才重新突破了1900美元每盎司。中国大妈当时确实是抄底的心态，但是最后被套了8年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，就算是黄金，也可能要熬很多年才能回本。第二，黄金并不会升息，买美债每年还有票息，买股票还有分红，但是黄金本身不产生现金流，收益完全就依赖价格的上涨。如果行情停滞了，那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将非常高。第三，黄金也受美元和利率波动的影响。美联储降息确实是利好黄金，但是如果未来通胀再度失控，美联储被迫重新加息，那么金价也会受到冲击。所以央行大规模买黄金更多是出于风险对冲，而不是追逐暴利。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黄金可以作为你组合中的压舱石，但它绝对不是稳赚不赔的一种神话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回到最关心的问题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？第一，把黄金当成是一种保险，不是投机的工具。央行买黄金不是想着赚快钱，而是为了对冲风险。对于个人来说黄金同样也适合做你组合里的压舱石，但不是用来做短期博弈谋暴利的。第二，要控制好配置的比例。个人资产配置组合当中，黄金的仓位要控制在10%到15%比较合理。太少了起不到对冲的作用，太多会拖累你的整体收益。第三，灵活选择投资的方式。实物金可以是金条、金币、首饰，适合长期持有，但是注意溢价和保管成本。第二，黄金 ETF 流动性更好，紧随国际金价，买卖方便。第三就是黄金的期货和现货了，这种适合专业的投资者，风险高，不适合金融小白参与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央行都在买黄金，说明美元信用在动摇。对普通人来说不应该去追涨，而是要学会未雨绸缪，让自己的资产在风浪中能站得更稳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